徐小新今天諮詢問卓榮泰，誰在治理台灣？哦，那卓榮泰打不出，因為一想，你這個一定有什麼陷阱在裡面，是到底賴清德在治理呢，還是卓榮泰在治理呢，還是川普在治理呢，還是誰在治理呢？所以呢，這個卓榮泰也不打不出，就給你回避嘛。徐小新說紅不敢認為美國跟台灣出現變化了嗎？哦，那另外呢，好，第一批500的人攜針刺飛彈、刺針飛彈，今年底要交運。顧立雄說，後續有2121枚還沒有獲得發價書。哦，這個發價書我們在前面的500枚，說今年底會交貨。哦，那另外呢，賴友友就問了哈，說你現在無人機的標案是不是都綠油油的拿去？他們有講說，過去8年就是綠能的業者賺了很多錢，以後的8年可能就是武器啊、軍火，特別是無人機的業者會賺很多錢。而且呢，之前不是從口罩啊到什麼疫苗的都講說賣彈的、搞這個搞那個軍火，不是做這個行業的也都得標嗎？那會不會將來這個無人機都被你們的朋友拿去啦？卓榮泰就反駁說，你要拿出證據啊！證據到底我們哪些朋友得了無人機的案子啊？那另外呢，這個馬文君跟顧立雄又為了軍購的流程吵架啊。那顧立雄就以 M1A2T 為例子，說美國人待我們不錯啊，待我們不錯啊，這個今年最後一批已經要到貨了啊。那我們連這個訓練場都還沒有做好啊，因為要戰車還要訓練嘛哈。那另外呢，這個夜間戰備偵巡這 M1A2T， 陸軍說通過橋梁沒問題啊，因為這個有國軍的將領說通過橋梁有問題，台灣一半的橋不能過哦，那個坦克實在太重了，而且妥善率到96%以上，並沒有這裡壞那裡壞啊。李祥宙特別今天又說，你這個叫做戰備偵巡秀這是這個作秀的並不是真的在打仗能夠用的啊。然後呢，他特別講的是我們的就是制空制海反登陸嘛，那你戰車用在什麼地方？用在什麼地方？所以呢，用戰術動作回避戰略質疑的荒謬。戰略是什麼？你光戰術來騙我們啊！那另外呢，賴清德對於軍購預算被砍，他說他要再提特別條例，要追加預算，要提高年度預算其實軍購預算呢，砍掉那4000多一部分，絕大多數都是可以編在年度預算裡面就是你就用追加也可以嘛，提高年度預算也可以嘛。人家特別預算也給你3，你還要再特別，我就常一聽特別預算才30，要特別預算了。不過他中間除了特別預算，他又講了還有追加啦，提高年度預算。換句話說，你就不要再扯特別預算了，你用追加跟年度就可以了嘛，那滿足你的需要就好了嘛。你何必他個性就是這樣，你不要我到史瓦蒂尼去，我怎麼樣把史瓦蒂尼副總理當成空中小姐，來回4趟我也得去。而且那個華航那個飛機，你退休15年了，他去我都替他捏一把冷汗，說那個飛機倒沒有問題啊，飛那麼遠。對，我相信史瓦蒂尼那個總統國王飛機從來也不會跑那麼遠，那麼遠來回，對不對？他就要這個性就是這樣，知道嗎？你不要我搞的，非搞給你不可哈。那另外呢，鄭麗文說呢，兩岸是要2個腳2個腿了才能穩定哈，就一個是這個防衛，一個是和平，然後談就是要溝通了。賴清德說，你還講什麼兩腿要穩定？你是帶頭砍軍購，是把一條腿砍掉了嗎？你見了習近平，就放棄了台灣主體性，就被中國斷了一個腳那這個他好像是2個腳都斷了那鄭麗文就說，國民黨是扮演改變戰爭命運關鍵角色，你賴清德會引起戰爭，國民黨的是讓戰爭不會發生那賴清德也說，你們不要是用綠油油來抹黑抹綠了，就是明明這個無人機台灣需要的，你們非要說都是綠油然後呢來抹黑抹綠，我們就把預算機無人機的預算砍掉了。我們看一下。面對川習會後有沒有掌握川普對台軍售態度，徐小新大戰卓榮泰院長，這一來一往太猛烈，讓一旁的國防部長顧立雄臉色越來越猙獰。不會成為一個被犧牲或交易的。那他這麼說你去跟川普說你要大聲的告訴美國所有人不應該。其他的立委凶的半死，我等到川普的時候說色的。而針對軍購中國民黨團最有意見的無人機預算，徐小新再質疑國防部採購的 OTS 無人機是否在烏克蘭的實戰戰場上被停用。我問你 A， 你打我 B 還有沒有在用？很簡單，有還是沒有？無人機的消耗量非常大嘛。無人机的消耗量非常大，用完之後，部長你不要胡說八道。我们的國家安全局認為現在他們不需要這款無人機，因為他們認為小型的
委員，你這樣講，必須要公開的表示，絕對沒有這個事情。我是總不理解，絕對請委員能夠提出實證來，不然這個指責非常嚴重。嚴重啊！不止無人機供應鏈被賴士葆懷疑是綠油油，針對 M1A2 預算卡關，馬文君、顧立雄也在槓上。你還是可以支出啊。這個部分組長你很清楚，我講的如果不能支出的是這個部分，而且你很清楚，因為它不是算的剛剛好，所以跟總預算是沒有關係的，這個你非常清楚。如今下一波美方對台軍售，儘管國防部強調審慎樂觀，持續溝通，但川普態度恐也增添更多變數。鄭麗文主席的兩腳說法，並沒有辦法提供台灣國家安全穩定的基礎，兩隻腳並不穩定，更何況鄭麗文主席帶頭阻擋軍購，影響到防衛力量，等於自斷一隻腳。那鄭麗文跟習近平見面，又接受9·2共識，放棄台灣的主體性，無形中等於讓中國砍斷了另外一隻腳。來，張博士，我想大家必須要了解，一直講了半天的無人機，但是呢，我們我民國的軍事學家蔣百里將軍曾經講過，生活的條件跟戰鬥的條件相合則強，相離則弱，相悖則亡。那我們今天假如問一下，請問一下，我們中央政府誰管無人機？無人機主管機關是誰？我們相關的官僚體制以及飛航管理幾乎都沒有。所以在這個地方，大家一頭熱在那無人機。我們呢，假如去問一下真正的業者，無論是這個婚紗攝影業者或者相關的，你就會發現，我們其實在民間的這個用途上，完全是一線空白，舉步難行。我們不像中國大陸有一再強調低空經濟，所以只知道軍事的用途，在軍事只知軍事而無民間厚植國力，這個如沙上之城堡，最後一定會崩跌。我們今天想到有很多的法令，這個機場旁邊不能飛，城市上面不能飛，這兒不能飛，那不能飛。所以呢，今天我們就覺得這個滿腦袋的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只要問一個，你民進黨執政了這麼多年，請問一下，針對無人機，你立了哪一個法令？你的中央政府有哪些法規？一片空白。所以我就講說，我們今天在這個去看這個東西，要從結構面上來看這個東西。至於剛才有提到那個有關這個戰車這個事情，因為我曾經寫文章去反駁過這個，就是李上將。我想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這個戰備的徵詢確實是作秀。他真正要用的時候，事實上從他的駐地到達他的戰術位置，然後執行反擊案，他通常都會有好幾條路線，有主要路線、策應路線、輔助路線跟應急路線。事實上，這個國軍呢，可能很多人批評，但國軍做這個事情確實是很負責。在這個裝甲兵裝訓部裡頭有一個套圖啊。因為當初我們這個在那個都協助過參與這個那個套上去，因為當初 AIT 的這個在這個案子在推的時候就曾經質疑過，你們台灣的這些橋梁不行，最後我們就把所有資料這樣套上去。他一看，其實你要用的路只要通，你不要去管那個鄉間的小道，它過不去，你只要能用的橋，它能過得去就可以了。是我們要求買，不是美國硬推給我們的，是吧？不是，絕对不是。我們要知道，美國今天他也一路他要會辦20幾個單位，然後每一個人都要去講，人家不會搬石頭砸自己腳。美國今天對中華民國軍售是為了貫徹美國國家的安全政策，然後能夠去鞏固他的國家利益。他不是說去滿足中華民國的求售的慾望。所以這一定要知道，人家不會隨便去亂砸這件事情。通常是他告訴我們你要買，還是我們說我們需要這個？這個兩個要有商有量。曾經他們有提過，我們覺得反對就不要，但也有時候是出乎我們意料。譬如說，當初突然一下有些舊艦，他要這個除役，那個是修個短望，那個臨時那個就不在我們之中。今天的無人機還有什麼台美之間合作？我們只要去查去年9月份這個5年兵力整建計劃上面一個字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這些是什麼？這些就是11月25號《華盛頓郵報》那篇文章是起頭點。也就是說，今天我們賴總統、賴三軍統帥是神來一筆，先跟美國去講，而沒有跟台灣在相親交代，就創出來這1.25兆。所以你今天要了解，今天最難堪的是他，為什麼？他已經證明給美國人看，他沒有主導、掌握台灣政局的能力，所以呢，他們才講那句話，說我要看看那個 running 台灣。對不起，他要是能夠統治的話，是 governing 台灣，而不是 running 台灣。那這一批的那些軍購那項目是事先他們談過了嗎？談好了？對，那是我們要求還是美國建議？不都有。而且就這一批，我講這1.25兆这一批，1.25兆这一批啊， 7800有啦，7800之前都有。第一批有發價書嘛？對。第二批也有的是還沒有批。不，第二批的未見的有，但是你要知道了，我說將来川普回去可能會改。对，但是這些的會辦攤位的之中，我們都有過程。而是今天這個賴總統的施政風格，你要之前跟在野黨大家有商有量，他怎麼會搞成這個死樣子嘛？他不是這個，不是他什麼都不商量了。他那些人事啊，如果商量一下，也許就不會這樣子了嘛。對嘛？他現在是第一批110億發價書來了嘛？對。第二140億，都已經經過你那個程序了，只是白宮沒有，還沒有完，但是有起頭了，有幾個起頭，但140億沒有批掉嘛？那將來會怎樣？你覺得會給多少？將來都不給呢，還是給砍一半啊，或者砍什麼？這些變數都很大。我跟各位講，這個東西原來是美國從來不跟北京商量，現在已經擺進去。我再要強調一點，6項保證大家去查美國的聯邦的法令公報 Federal Register， 從來不在上面，它沒有任何法令的約束力，所以這一點川普是對的。那算什麼？他確實沒有法令的約束力，就算有，川普也不見得理啦，那是口頭，那是因為沒有法令的約束力，他必然要遵守，但他不在 Federal Register 裡頭，他那個關稅他也沒遵守啊，他被法官駁掉嘛，那就是這個基本上就是說，雷根那個時候為了跟老共簽那個什麼這個817公報，所以將來武器會越來越少，安撫我們的，所以安撫我們給的6項保證，就是安撫口頭安撫一下，大概就是這樣子嘛，休息一下再回來。好，李彥秀李彥秀委員說呢，賴清德的2周年的今天就職啊，只提了一次中華民國，說呢心中你嘴巴不提，還是心中沒想嘛所以呢他說他給他計算全部呢整個今天文告提了1次中華民國，1次中華民國台灣，50次台灣，跟前2年這個前年9次中華民國。去年2次中華民國，所以從9次變2次，變1次就越來越少了。好，這李彥秀的這個統計。好，那另外呢，那為什麼呢？這個前金輝委員說，都建議你啊，你乾脆就說我在就職說我是民黨主席，我要刪除台獨黨綱就好了，都不刪，說這是不是一個戰爭的咒語就變成人家都講你沒有誠意啊，沒有誠意啊。那另外呢，這個因為盧秀燕昨天對賴清德喊話，提出3點來。第一個就是這個賴清德你要宣誓，你這好的機會嘛。既然台獨是會給這個台海和平帶來這個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你就說我宣布不獨立就好了嘛，對不對？他說盧秀燕說台獨黨綱也是會引起國際社會的疑慮，都擔心這個因為你一個黨的黨綱很重要啊，這個 platform 嘛。那另外呢，盧秀燕說你應該刪除台獨黨綱，羅智強呼應說。你怎麼好意思還說沒有台獨問題呢？沒有台獨問題，大家怎麼都覺得你有台獨問題？就你嘴巴說沒有台獨問題，而且還是台獨工作者啊，那沒有台獨，沒有台獨，你還攻什麼做呢？好，那另外呢，朝野為這個現僵局，國民黨就說賴清德是好鬥，因為你個人的好鬥，你個人的固執，可能把台灣的未來都丟了哈。蔣萬安也說少一些認知作戰，多一些民生經濟吧。那民進黨團。說賴政府，你們還講人家多辛苦啊！2年當4年再用，而且有這麼豐富的抹煞成果，你們就隨便這樣2句話就把我抹煞了這是范雲說的那另外呢，這個賴總統呢，這個比較重要，說0到18歲每個人給5000塊，叫做成長津貼那這叫少子化新戰略，因為
這是不是買票呢？當然是，但是呢，你也很难講它不對。為什麼？台灣少子化的確是嚴重，沒有人說少子化不嚴重。將來沒有孩子，沒有人當兵了，學校都一個個關了，老人也沒人養了，健保錢付也不夠了，那怎麼辦呢？所以呢，少子化是台灣最大的問題，而且真的嚴重。不過我也很懷疑，是不是這樣給錢就有用了？不用，因為前一陣子才一個統計出來，台灣你們聽到35歲以下的人結婚率只有25%。35歲，那是結婚的好時間了，20幾、30歲，對不對？以前是10幾歲，現在20幾歲、30歲、35歲在台灣哦，結婚的人只有1/4沒結婚的。那到30歲還不結哦，都到了45歲結婚的比例就會低嘛，一定是這樣子嘛。而台灣婚生子女，因為生的小孩是因為結婚生了90%以上，換句話說，非婚生子女很少，所以沒有關係。很多人說你不結婚就生孩子什麼關係呢？歐洲很多這樣子啊，他不生，他不結婚就不生。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這個有沒有用我不知道，也許有一點點用，但是他會為了你每個月給他小孩5000塊，他就結婚生孩子嗎？我想這個效果也有限。國民黨好像昨天也提了個案，對，0到15歲每個月5000塊，還有育兒津貼，然後他還有別的，國民黨那一年要2000多億，那他這個呢加3歲，變0到18歲啊，反正兩黨就在競爭，我覺得也好了，反正競爭怎麼對護理人員好，我覺得也好，怎麼競爭減少少子化，我覺得都好。我們看一下。520就職2週年，總統講稿一半的篇幅都放在兩岸關係，並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現狀。台灣願意在對等尊嚴的原則下，與中國展開健康有序的交流，但堅定拒絕以和平包裝統一的統戰作為。以總統直選30年，勇敢追求未來為框架，總統的講稿提了49次台灣，1次中華民國台灣，1次中華民國。對於台灣2字，美國總統川普似乎很顧忌，公開強調不支持台灣獨立。我的政府不卑不亢，維持現狀。台灣也是台海和平穩定的守護者，中國才是台海和平穩定的破壞者。中國持續在東海、南海擴軍，軍演也已經到西太平洋。中華民國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的國家，民主自由也不應該被視為挑釁。還有9·2共識，總統也把話挑明說：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互不隸屬，台灣不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這是鐵一般的事實。所謂9·2共識，在中國的國家政策裡面，就是一個中國原則，也就是說，9·2共識無法解決兩岸的問題。總統指出，要用民主的力量決定台灣未來的高度。執政滿2週年，朝野分歧依舊未解。用對啊，好吧，為什麼沒有用啊？教育學家、心理學家有沒有用？到底該怎麼辦？為什麼就是大家想盡辦法？我覺得會對目前家裡有0到18歲的家長來說，他們會覺得額手稱慶，已經有孩子，他們會覺得說這對他們來說當然是好。那國民黨當然是提出0到15歲，然後當然他還要加碼說0到6歲，就是你一年還是會給你育兒的這個津貼，健保免費，然後給你育兒津貼1年就是4萬塊錢。大家都是做了這麼多事情，就是希望能夠讓我們的生育率能夠提升，因為目前台灣跟韓國一樣，都是生育率基本上都是負的。那當然你說是不是夠？絕對是不夠，而且很多年輕人，你真的有時候我們有太多 focus group 去問這些年輕人，他們告訴你就是說，不是給你補助多少就有用，以他們自己的生命的一個價值已經稍微去轉變，他們覺得他们要去追求他們自己個人的一個夢。那有沒有孩子對他們說，已經不像我這個年代，我們都生2個，這個都還生了3個，這個也都是生了孩子，生了1個，這樣已經不是這個。對，我就3、2、1就少了。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政府當然需要拿出更多的獎勵的方法。但是以我個人來說的話，獎勵你還是要獎勵。但是呢，目前來說，我們現在的口號都是說能夠把老者照顧得很好，讓他們還是繼續有活動力。因為大家很擔心，現在孩子不夠，以後的勞動力該怎麼辦？可是你可以去思考一下，連法國連那個退休年齡都已經到67歲，以前是64、65，就表示說現在人理的健康可以。那勞動力的部分裡面，你如果把它延長，現在80、90歲都是非常的正常。把勞動力延長，對老者的職場更為友善，這種東西在我們勞動力來說，可以稍微彌補過去我們好像認為65歲以上就不能工作的。所以說你要雙管齊下。但是呢，我覺得政府還有包括你要是跟年輕人相處的時候，你就會發現說這樣的東西是不夠。但是你給他增加到每個月5萬塊嗎？到5萬塊，或許。但是財政怎麼辦？那我只能說，
這個東西，年輕人考不考慮要生孩子是國安問題，但是他們考慮的東西還包括我的孩子生下來之後，我的安全性，還有未來我自己會不會被孩子給牽絆，那些都已經目前來說都不是我們國安辦公室少子化辦公室那一群坐在冷氣間裡面可以想象出來很多的觀念的改變。太多時候我們是需要再来过一個靈感了。你現在說法國退休越來越晚嘛？對，為了這個還暴動嘛？你記得嗎？那個時候起來抗議嘛，乾脆這樣好了，隨便你生不生。生的我就給你補助，不生的你不生對不對？不生對不對？80歲才可以退休，繼續做，沒有年輕起來做嘛。現在真的有獎勵啦！哎，趙哥真的有獎勵，我們倆都新北市議員，光是我們新北啦，我們新北就第一胎生4萬，第二胎4萬5，第三胎5萬，我們還希望可以提高。那中央是10萬塊，一胎10萬塊，所以一個人可以15。你如果雙胞胎是2個，那當然不是只是獎勵金就可以幫助。所以賴總統拋出這個東西，我們樂見其成啊。如果國民黨跟民眾黨願意再拋更多，我們樂見其成啊，是真的不錯啊，每個月5000塊。無論是你現金或者賬務，這個對一個家庭要撫養一個孩子來講，這個減少他很多的負擔。但不是只是拿錢吶，你光給我10萬塊、5萬塊，我不會想生小孩。我希望的是說，我生出孩子之後，這孩子是不是國家可以幫我養？0到6歲國家養的育兒津貼，包括我們每一個學校看看能不能廣設公托公幼，這些托兒托育的環境都能夠周全，甚至營養午餐，甚至周周有鮮奶，周周有豆漿，你看我們都可以到備了。為什麼？因為我們地方政府在做，中央政府不在做，這些所有的配套都在做，新北做的超好的。如果這些都在做的話，我們稱讚口有誼嗎？哦，稱讚他，我当然稱讚他，為什麼不稱讚他？做得好就稱讚他，我不會因為沒有在選的可以稱讚，我不會因為民進黨我就不稱讚，因為這是我們共同努力的嘛，所以議會也同意了，中央願意賴總統願意拋出這樣的政策，我們樂見其成啊。地方政府我建議可以加碼跟進啊，讓我們整個育兒的環境更優。讓我們整個年輕人負擔更優，而且呢，重點是現在我們還在推那個婚育宅，對不對？那個也很重要啊。你結完婚以後，那你沒有地方住嘛，對不对？那我們很多社會住宅撥出更多的比例，讓這個婚育宅優先，這個我們也樂見其成啊。每一步都很重要，真的，這個一定都有它的效果啦。這些大家都同意啊，沒有問題啊。其實剛剛趙哥講說，35歲以下結婚率只有25%，這我完全認同。為什麼？因為我是今年30歲，我身邊周圍的朋友真的有結婚的，其實非常少，真的是非常的少。那更不用講生小孩，根本幾乎我10隻手數得出來。啊，對，這個費委員的兒子是我好朋友。但我覺得是這樣子哦。其實今天賴總統拋出來的這個，就是呼應到之前鄭麗文主席跟黃國昌主席共同提出來的台灣未來賬戶，那是同一個概念。也就是說，大家都認為針對少子化，國家應該投入更多的資源。但是我必須要站在所謂30歲的角度去講，其實我並不期待國家幫我養小孩，我期待的是國家可以確保我的小孩有一個安全、有未來的一個環境來成長。現在大家整天看到什麼不當對待啦，然後呢，這個平常抽不到公幼啦，抽不到公托啦，然後不然就是幼兒園發生什麼事情啦，其實種種的這些事件會造成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覺得說，哇，生小孩其實這麼恐怖，會害怕，感覺風險很高。是，那變成說大家可能又會去追求的就是說，那我是不是把這筆費用，投資在我自己的人生，過得更精彩，跟我的另外一半，我們可以每年出國2次、3次，很多。我們就選擇了不同樣的這個生活模式。當然了，因為我爸都看電視，不是我不生。我幫他講，明義哥他講這些都是借口。我幫你譴責他。我怕他看完會打給趙大哥。我只在講的是，我等一下回議會馬上跟他講。現在年輕人的心態，但是我必須講到最大重點。今天賴總統的關鍵，他說台灣的稅收在增加，我們的經濟在增加，規模1年2000億，政府沒有問題。這句話馬上會讓我有既視感。那前陣子我們在這一黨說要普發的時候，你不是整天講說沒錢，政府沒錢，你要掏空政府嗎？所以話都是政府在講嘛，雙標。來，張博士，我是學戰略的，我要講一個蠻殘酷的事實。事實上，少子化證明一件事，其實台灣安全穩定生活大家對於未來有預期。這個就是不婚不生，快樂一生。我們仔細想想看，我們4、5年級生那段時間生育率都考，哪個家庭不是1年40萬？對啊，1年10萬不到。對，可是那個時候又是823，台海也不穩定，對不對？
我们現在這是阿伯勒正在開花的時刻，越旱越乾旱，它長得越好。你去看那個非洲的國家，又窮又爛，可是生小孩就生了很多。所以我們其實也應該記一記，小孩少，那就表示大家並不預期戰爭。假如今天真的大家覺得戰爭會有預期，而且覺得明天就能打仗，那大家都會拼命生小孩。所以沒有這實在話，你去看看所有戰爭的國家、戰爭動亂國家，大家都拼命生小孩。所以呢，為什麼說是這個民進黨執政中央不斷用戰爭販賣戰爭恐懼，從大家不生小孩，就是大家知道你講的是胡說八道嘛。這個邏輯我不認同。這個邏輯我也不太通了，不太通。你們知道台灣哪裡去年人口是增加的嗎？竹北、馬祖。對，所以我到馬祖去輔選的時候，我說你們馬祖真了不起，到處都生育率就降低，只有馬祖成長。縣長跟我講，因為我們晚上沒事幹，所以要提高生育率。晚上所有的特種營業、歌廳、舞榭都能關門，夜店取消，看看生育率會提高。需要再回來。住在馬祖這個。